把自己的老板送进监狱，策划船厂的爆炸，逼死同谋刘科长。你绝对想不到这是一个秘书能干出来的事儿，而他这么做的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拿到侯珊珊的信托资金。都说马德荣罪有应得，可是看到最后反倒有些可怜这个小老头了。10年前他的儿子被人杀死在情人峰，他至今没能找到尸骨，而他孙女的母亲不但是他儿子的杀人凶手，孙女的父亲更是一手把他送进监狱的人。不过马德荣不管这些，他要的也只是孙女不被伤害而已。为了救出孙女，他单枪匹马来到仓库，先是声东击西引开了守卫，但就在他准备带走侯珊珊的时候，那些小混混又出现了。谁给的钱多，我就为谁卖命喽。没得了，确实难办了。那我偏要带孩子走呢。马总，现在不是孩子走不走的问题了，侯总已经放话了，你也走不了。那就是试试就试试，别看马德荣现在是一个小老头，但他曾经可是一个叱咤黑白两道的老大。他以一挑三，拿上板砖就把他们放倒了。也就在他抱着孙女准备逃离这里的时候，身后的小混混竟然拿刀捅进了他的后腰，小混混不停的刺入。也就在这时候，警方赶到现场，当场击毙了小混混，而马德荣最终也失去了生命体征。只是他们又该如何证明船厂的爆炸案是侯军做的呢？就没有一点证据可以证明是侯军指使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有办法。为了能坐实侯军的证据，陆明约见侯军在废弃的飞机上见面。随后他就给秦文打电话，说马科是他杀的，尸体就在大桥底下一个大石头下边，还让秦文不要挂电话，一会儿等侯军来了，他就能套出侯军的证词了。秦文猜到陆明要做傻事，也是立即带人朝那边赶了过去。而此时的侯军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只是一向聪明的侯军怎么可能会掉进这个陷阱里？所以不管陆明如何激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合法的公民。不过既然陆明和夏雪依然相爱，他决定把录像带里面的内容公布出去。这样的话，夏雪是杀人犯的事情就会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生活？你做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换夏雪可以偷偷带来？但我告诉你，陆明，他的余生都将永远活在所有人的议论当中。不止如此，侯军继续说，到时候侯珊珊也和夏雪一样，因为侯珊珊是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孩子。只是不管侯军说什么，陆明都是一脸的淡定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你准备给死在船厂爆炸里的人赔罪吧？那船厂爆炸案是刘志军一手策划的，我把他灭了，我把他干掉了，算不算是给殉难者一个交代？事到如今，侯军依然冠冕堂皇地说，他做的这一切不过是替那些被马德荣迫害过的人报仇，但是他却忘了，有些事错了就是错了。陆明感谢侯军当年救了他和夏雪，还说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。我们之前配合的挺好的，怎么搞成这样？都结束了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侯军说变脸就变脸，他直接拔刀刺进了陆明的胸口。陆明想要反抗，可是侯军吃奶的力气都用了出来。直到陆明没有了动静，侯军这才罢休。也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了陆明口袋里通着话的手机。侯军明白了，陆明就是想用他的死给他定罪。侯军被抓了，警方也在桥下挖出了马科的尸骨。不过夏雪也在故事的结尾向警方说出了当年的真相，同时也说出了是他亲手杀死的马科。到最后，侯军被判处死刑，刘志军、马德荣、陆明因为死亡免以追究刑事责任，林华和夏雪因为防卫过当致人死亡，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分别是2年和3年。